拥有世间顶级医术的黑杰克，又是一位行事怪异的无证医师。他离群所居，住在海中孤岛上的一栋小木屋里。每当有人打电话求医时，他从不接听，而是在留言中让病人留下姓名、症状和联系方式，以及能够承担的金额。只有病症或费用足够引起他兴趣时，这位传说中的怪医才会出诊。黑杰克身边只有一个叫皮诺克的丫头作伴。这一次，在300万美金的天价出诊费引诱下，他的病历簿上又多了一位名叫奇美拉病的难缠对手。一开始，黑杰克并不想搭理这病人，但对方竟然肯花300万，还是没崽儿，肯定是世所罕见的怪病，这倒是有点意思。他连夜搭乘飞机前往病人家，顽皮的皮诺可也跟了过来。他才不要看家呢，那是哈士奇的活儿。这位病人一看就是巨有钱的主，专派秘书长大卫驾驶直升机，将刚刚下飞机的黑杰克2人又送去了阿瓦隆诸岛的拉克斯基岛。病人是跨国民企凯罗萨姆的董事长，所以能愿意花300万卖自己的命。这世上生命的价值也在由金钱多寡来衡量呀。老板豪气地买下了16世纪的奥普特昂古堡，直接将城堡整体搬到了岛上。虽然外观保持原状，但里面全换成了现代设备。黑杰克抵达古堡时，老板正好赶上发病，他的美娇妻小百合正忙着用铜体给他擦汗。他赶忙穿好端庄的衣服，在阿尔特弥斯喷泉接见了医生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，黑杰克和小百合都愣住了。医生，好久不见。10年前，相比小百合的热情，怪医先生冷漠得多。若非必要情况，我尽量不再去回想过往的病例。只要不是再次发病，患者也可以把医生的事全都忘记。黑杰克几句话就表明了态度。然而躲在暗处窥探的大卫眉头依然没有放松。大老板克劳斯瓦德，又称瓦老板，年事已高，满面沧桑，被怪病折磨得骨瘦如柴。他毫不客气地告诉黑杰克，曾有80个被称为世界权威的医生，用尽办法也没有查明他的病因。他们切开我的身体，抽走我的血，甚至尝了我的尿液，结果是无药可医。此怪病一旦发作，瓦老板就会全身剧痛，痛不欲生。从7年前开始发病，到现在发作频率越来越高，疼痛程度也愈演愈烈。瓦老板正说着，就再次发病，疼得像虫子一样在地上挣扎。小百合连忙熟练地送来大量冰镇水，这也是此病的古怪之处。病人必须拼命喝水，才能稍微缓解一下痛苦，所以瓦老板每天都在拼命喝水。城堡内甚至有专门的抽水泵，将这座岛的地下水抽出来供他饮用。即使每天如此巨量的饮水，瓦老板的身体依然干枯如柴，因为喝下去的水全部从他的皮肤排出来了。他的身体就好像一片沙漠，不允许任何水分存在。小百合百般恳求怪医先生治好丈夫。古堡内不缺先进的医疗设备，缺的是一位妙手回春的神医。对此，黑杰克不做承诺，因为他翻看了80名顶尖医生的临床报告，瓦老板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已知的病状或感染，他饮用的水也是100%安全。全身剧痛的原因至今不明，只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：病情继续发作下去，他很快就会死。病情发作的间歇，瓦德难得平静地望着这座海上孤岛。他曾经打算买下整座岛，改造成北欧最大的石油基地，但后来放弃了，只在海角修建了这座古堡，用来当自己的葬身之所。对于一位商业巨擘来说，完成了自己想做的所有事儿，就这样躲在世界角落里死去，就仿佛落叶归根一样，也算是一种慰藉呀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当7年前他刚有这种想法时，怪病就发作了。就像死神从地狱里来接你一样。瓦德不停地喝水，不停地痉挛，惨叫成为了生命唯一的颂歌。黑杰克忙着展开调查时，很快也注意到古堡内的某些猫腻。不管小百合怎么掩饰，她那5个月的身孕都逃不过怪医先生的法眼。小百合并没有把怀孕一事告诉丈夫，因为她一直在和秘书长大卫偷情。她原本计划熬到老头子归西，好继承亿万家产，当自由的富婆，这少不得大卫的协助。当黑杰克出现后，小百合改变了主意，要和大卫一刀两断，将他一脚踢走。黑杰克承诺自己会尽全力让瓦德再活半年，让他见到孩子出生。话虽如此说，面对80位名医都束手无策的怪病，他又该如何下手呢？或者滔滔海浪，黑杰克产生了一个大胆甚至荒谬的想法：其他医生都只在瓦德的病情缓和时给他做手术调查，从没人在病情发作时切开病人的身体。想到这里，黑杰克自嘲地笑了。面对一个极度痛苦、不断挣扎、痉挛的病人，世上又有哪位医生能确保自己的手术刀不会变成屠刀？在怪医先生的治疗期间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古堡内遇上了一名小毛贼，被保安们放狗追咬。黑杰克和他擦肩而过，随手打退了恶犬，放任小毛贼拖着伤腿跑掉。大卫想和这位怪医多交流一下，毕竟他貌似和小百合有些瓜葛。黑杰克顶着一张扑克脸，压根就懒得搭理他。皮诺克借口捡到一只受伤的小鸟，请黑杰克赶快去帮忙治疗一下。2人钻进地下室，怪医先生才发现原来是那个小毛贼。他给男孩做了紧急处理，从男孩离开前的只言片语中发现了一些怪病的线索。随后黑杰克不顾外面大雨瓢泼，私自开着瓦德的豪车离开古堡。岛上居民的村子和瓦德的城堡是完全相反的方向，在南边的海角附近，岛民们世世代代定居于此。村子不大，黑杰克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少年毛贼的家。原来少年的父亲也得了和瓦德一样的怪病，按村里人的说法是被奇美拉附了身，家里的那口井几乎快干涸了。少年立志偷东西存钱，打一口更深的井，让爸爸临死前喝上更美味的水。可惜他的梦想今天就要破灭了。父亲最后一次发作，口中朝天空冒出蓝色的火焰，
随即撒手人寰。村里其实有一名女村医，黑杰克不耻下问，知道女村医家里请教这个所谓的奇美拉病。女医生解释说，奇美拉病曾在150年前的大流行后绝迹，而且是这座岛上特有的地方病。根据传说，病症长则10年，短则3年，这期间病人每天都要饱受剧痛之苦。喝水能缓解疼痛，但喝得越多，下次发作就越厉害，早晚只有死路一条。沉睡了150年的奇美拉病，7年前忽然再次出现，岛上现存12名病例，其中包括女医生的哥哥。这对兄妹在英国取得医生执照后，就回到岛上立志对抗奇美拉病，结果不仅束手无策，自身也被这怪病吞噬。现在岛上居民人人自危，每家的井都快干涸了。居民们认为是古堡的主人用抽水泵抢走了他们用来治病的地下水，霸占着有限的医疗资源。少年父亲的火葬也同时点燃了村民们压抑已久的怒火，他们举着火把一路吆喝着冲向古堡，要去烧死那可恶的会做生意的妇人，用他的死来缓解人们对瘟疫的恐惧。少年拄着拐杖也加入了放火队伍，村长和女医生极力阻止，然而无济于事。村长还记得多年前发生的相似的灾难，那故事的主角也是瓦德。黑杰克回到古堡后，撞上小百合洗澡时不慎摔倒，差点流产，他拼尽全力保得了他母子平安。小百合对怪医先生感激涕零。10年前他不过是一只丑小鸭，为了得到美貌，用全部积蓄和性命逼黑杰克给他整容。怪医先生没收钱，也没要他的命，出于某种怜悯之心，赐予了他美貌。他后来才会被瓦德看上，嫁入豪门。瓦德其实对小百合和大卫的事一清二楚，自己年老病重，没法给予老婆女人的幸福，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现在他感觉快熬到头了，直接向大卫摊牌，让这只被白嫖的鸭子自己辞职滚蛋。反正小百合现在也不想要他了。同时为了感谢黑杰克保住老婆的胎，瓦德说起了自己的过去。他是岛上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奇美拉病这种150年前就已灭绝的怪病，不幸出现在了他的父母身上。那是60年前，那时他才10岁。村民害怕被传染，用最直接的方式控制了疫情，他们烧死了瓦德全家，爸爸妈妈、弟弟和妹妹无一幸免。他掉进井里逃过一劫。奇怪的是，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从井里逃生的。之后他逃到海外，奋斗一生，成为了大富豪。到老了准备享受人生时，潜伏多年的奇美拉病却发作了。他想着既然要死，索性回到故乡，尘归尘，土归土吧。瓦德预感下一次发作就是自己的死期，他拜托黑杰克在自己发作时动手术，好好观察奇美拉是如何摧残他的身体的。怪医黑杰克的又一传奇便从这里开始。当愤怒的村民火烧了古堡，打散保镖，烧死大卫，将小百合吓得躲进衣柜后，他们冲进手术室，发现黑杰克怀抱着死去的瓦德。这位一向外表冷漠的怪医厉声喝道：“他没恨过任何人。”他只恨奇美拉病，他坚信自己的死一定能对根除奇美拉病有所贡献。让开，他的妻子还在等他。这场滔天的大火引得举世瞩目，奇美拉病也进入了公众视野。女医生从黑杰克的手术资料中，终于发现了奇美拉病的源头，一种罕见的新型病毒。它像一股蓝色的火焰，藏在胸前大动脉和管壁内外层之间，没发作时会停止活动，所以非常难找。至于为何喝水能缓解疼痛，那是因为奇美拉病毒会在血液的渗透压产生一定差距时活动。大量饮水导致血液的渗透压恢复到一定数值时，病毒就会停止活动，疼痛也就得到了抑制。至于病毒的传播途径，仍然需要长期研究。当主持人问道：“世上怎么可能有人能在病人发作时，伴随着激烈痉挛状态下进行手术？”女医生郑重其事地表示：“无论医术多么高超的外科医生，恐怕都做不到。但我亲眼见证了，那个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”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妮妮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